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调显示，在涉及台湾人独统倾向的调查中，有 48.9% 的受调民众倾向台湾独立， 11.8% 倾向两岸统一， 26.9% 选择维持现状，另有 12.3% 不知道或拒绝回答。也就是说，这份民调中有近半数民众希望台湾独立，而仅有1成岛内民众赞成两岸统一，维持现状的比例与之前相比也是有相当程度的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民调还给出了更加细致的数据，在对独统态度强弱的调查中，有 58.4% 的人坚定支持独， 41.6% 赞成但不是很支持，而赞成两岸统一的人中，仅有 22.1% 很坚持， 77.9% 赞成但不是很支持。尽管民调并不能全面反映民意，但这些民调数据显然反映了一个对大陆来说非常残酷的事实，即岛内具有台独倾向的人越来越多了，支持统一和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在减少，拥有台独立场的人态度越来越坚定，但支持统一的人却没有那么坚定。在民进党当局持续多年敌视和丑化大陆的宣传论调下，岛内民意发生变化，其实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大陆惠台政策不断、对台让利一直没停的情况下，拥护统一的民众比例却持续下降。除了批判民进党当局，大陆方面也需要做出反思。反思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并加快促统步伐，因为祖国统一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正是由于岛内民意如此，赖清德这样的务实台独工作者才能在2024岛内选举中的支持率一直稳定领先。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刘英龙分析称，2024年岛内选举，谁能争取到维持现状且偏台湾独立这部分选民的支持，谁就能占据有利位置。而赖清德在今年年初就宣布处理两岸关系，将延续蔡英文的4个坚持。由此可见，赖清德本身的台独色彩，配合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是两岸政策，足以让赖清德和民进党抢占先机，甚至赢下选举。然而，一旦赖清德这个被大陆钦点的台独分子上台，意味着两岸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兵凶战危，因为不许台湾独立是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赖清德在岛内掌握权力后，势必会推进台独进程。就像民进党当局这些年配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大陆切香肠是一个思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陆方面将被迫加快促统进程。目前台海局势正在朝着这个趋势发展，岛内似乎也有预感，届时大陆会有所行动。为此还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大陆方面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推动解决台湾问题。而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被媒体以此为引子，问何时解决台湾问题时，我军的回应很坚决。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来共同决定。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解放军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决表态，预示着我们这一代人在有生之年真的有可能看到祖国统一的伟大场景。